3DO。欢迎收看毛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俗话说，城堡英雄略输强度，墓园元素破坏平衡，堂堂反派地狱城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，万浪费。论英雄阵容，还看地下。作为一个强族，地下城的英雄功不可没。这个派系是由一流的英雄和二流的部队组成的。在地下城里面，神将多得遍地都是，适合当首发的英雄甚至占到2/3。地下领主在战士职业里面是最容易出土的职业之一，而妖术师出土的概率也仅次于亡灵巫师。和第一期的地狱不同，排地下城真的是一种享受，但是享受归享受，地下城的万浪费也着实不堪。第16名倒数第一，西利卡。他和瑞斯卡一样善于学习，但是没有魔法书，并且人家瑞斯卡开局是个智慧树，不管怎么说，智慧树都是必学的。西利卡就不一样了，他带了一个领导术。领导术和学术你不能说是很弱，但是作为一个主将，你是不愿意学这两个技能的。并且狮子在地下城里面是万年的决战兵种，西利卡似乎是地下领主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，不仅初始的技能差，技能树也是相当不好。特长没用，初始技能差，技能树在地下领主里面基本垫底，所以说倒数第一。这里有朋友可能会好奇，他毕竟是个兵种特，排名怎么可能排在鹰眼特后面呢？地下城的吉恩也有话说呀，尽管我特长的是鹰眼术，但是我的开荒能力是要比西利卡强的。地下城的英雄开局的部队很多，如果再搭配一个迟缓的话，给一些稍微慢速的兵释放一个迟缓，甚至洞穴人都能搞等待双击，这样的效果非常显著。尽管鹰眼特还是一个白板，但是人家开局有迟缓，怎么说也比西利卡厉害。第14名，黑风暴达克斯多。原始八族3个石夫特全部开局带着学习能力，护体石夫和嗜血术一样，并不是一个出场率很高的魔法。特长这种魔法的英雄非常依赖初始的技能，因为本来使用率就低，如果英雄的质量再不好的话，强度方面是完全得不到保障。简单概括就是没有大主教的命，得了大主教的病。小的时候觉得黑风暴长得非常的帅，他怎么不是一个闪电特呢？现在来看的话，眼睛里面射出电光，尽管非常拉风，但是久而久之对眼睛的损伤那是不可逆转的。那么如何保护视力呢？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老朋友妙界护眼仪啊！没想到我当阿婆那么多年，眼睛有一天还可以这么清澈明亮，这都要感谢一下妙界家的护眼仪，热敷按摩技术过硬，连太阳穴都能按到。我眼疲劳偏头痛的老毛病也缓解不少，市面上能有这水平的少说也得400-500起，妙界268直接就能拿下。屏幕盯久了眼睛酸痒涩，用它按一会儿就舒服很多。软软的蛋白皮带着不压眼球，从眼头覆盖到太阳穴，配合着气囊一收一收，反复按压眼周的肌肉和穴位，就像在帮我做着眼保健操。按了10分钟，马上让我眼前一亮，做视频的激情也重新燃起来了。要说更燃的，那还得是妙界的恒温热敷，温热敷眼，加速油脂泪腺自主分泌，一会儿眼睛就变得润润的。最近我还发现血丝和黑眼圈都淡了不少。现在我午休睡前都拿它来放松一下，连着蓝牙耳机，边听音乐边养神，睡眠质量都更优秀了。出门折好装包带上，坐车里住酒店静音一开，带好遮光，在哪儿都能好好放松。想要保护眼睛，必须像我一样行动起来。要知道成年人视力也是会下降的，平时眼睛累了酸了，光靠揉不仅没啥效果，还容易加重引发结膜炎干眼症，到时候开销更大，还更难根治。与其每个月花100来块买蒸汽眼罩，不如趁早些一步到位拿下妙界，用几年平均每天也就几毛钱。需要的朋友来评论区领我的优惠券，还有专属福利，保价大促还送运费险，1年内质量问题还能免费换新，送人自用，放心入手。第13名，杰格。深渊号角里面神秘术获得了加强，现在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每天都会恢复5点、10点、15点魔法。对于新版的神秘术，我的评价是它能用，甚至有点好用，但离神技还有不小的距离，和炮术一样是一个前期技能。而尽管神秘术加的数值很多，但是神秘特的加成依然少得可怜。换句话说，神秘术或许很强，但神秘特依然非常平庸。不过考虑到妖术师的知识成长比较低，前期开荒的时候有一个神秘术还是非常解渴。是的，如果你要放低要求的话，地下城到杰格这里都有一个当主将的资格了，并且这个所谓的当主将还不是乱说的，人家是真的有能力。第12名，鸟人特罗勒雷。
无论是原版还是深渊号角，它都是4大天王里面最强的一个。它和剩余的3个真正的区别就是你玩鸟人特的时候，你是真正能感觉到它的强度，而不是像强哥蝙蝠侠之流强吗？它纯粹就是玩梗。尽管鸟婆开局2个技能严格来讲也算偏了，但是同样是偏，开局侦察加领导和开局偏个弹道偏个学习能力相比，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更不必说 PVP 里面侦察术也是当之无愧的神技。罗勒雷最大的问题还是和4大天王的同僚们一样，开局的兵实在是太少。问题的根源还是地下城的初始兵力实在过于庞大，在固定带3组兵的前提之下，一个地下领主光带的兵就超过2500金币了。地下城的这套阵容真的就是在不破坏平衡的情况之下做到最好了。比它强的阵容比如元素城，那完全就是用脚设计的。本期视频大家多多点赞投币，下期视频咱们唠一下元素城。罗勒雷的阴神女巫在地下地形里面就是11速，对付强哥矮人食人魔之流可以做到开局即无损。如果运气好，地下城的魔法塔出一个圣杯，这样的话罗勒雷就不是可以一用了，那是相当的强。第11名斜眼特艾杰特，他初始是领导加干扰，怎么说都不算是一个强将，但是人家开局的兵非常的多，光斜眼就能带7、8个。毛暴龙非常喜欢用艾杰特首发，地下城的神将实在是太多，选个艾杰特开局，酒馆里面随便买一个那都可以一用。传统的强将就不说了，哪怕金比特、艾拉切、戴斯、萨菲罗斯之流都有当主将的资格，而且当的还不错。万一运气不好，酒馆里面出个达克斯多，出个西利卡，这个时候艾杰特表示莫非阵不知兵，只能说兵多那是真的能为所欲为。他和罗勒雷一样，如果你选他当主将的话，你会发现嘿，还真的能用。第10名努车特艾拉切，艾拉切在努车特里面可以排到中游，抛开没有驾驶证的英雄，艾拉切的质量也要比克帅、葛小炮厉害不少。当然和飞瑞、葛大炮这种老牌强将相比还是小有差距。玩家在玩地下城的时候选首发五花八门，但很少有人选艾拉切当做首发的英雄，归根结底还是地下城强将太多。艾拉切好用是好用，但是不够超模。在艾拉切后面的英雄开局的技能或多或少都有个偏的，从这之后地下城的英雄开局的技能都很好了。是的，抛开鹰眼、神秘这种传统曲目不谈，地下城真正开局歪技能的只有4个，这种恐怖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。第9名金比特戴马克，以戴马克的质量放在其他派系不可能排到第9名，最起码他要比开局有学术没输的奥格塔维亚厉害。这也就是说，地下城的第9放在地狱里面能够排到第3名。尽管我们把泰泽叫成泰3级，管姆拉克爵士叫做姆3级，但是戴马克即使开局中级进攻数，也基本不会出现3级技能数就歪了的情况。他在地下城最苦恼的地方就是强将如云，实在没有自己的位置。找个位置坐吧。是，谢谢。找得到吗？第8名牛头特戴斯，戴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兵种特，如果放在要塞，他能和阿尔金掰手腕；放在城堡，他和塔妹妹前后排；放据点也不输西娃。至于地狱和塔楼，笑死，没有任何兵种特是我的对手。地下城有一套独特的国情，牛头是主力输出，高速的飞行兵狮子反而是决战兵种。戴斯和塔米克一样，他们特长的兵种攻防非常离谱。尽管戴斯的牛头怪是个5级兵，但是戴斯的特长加成要超过大部分的2级兵，而且开局是战术加进攻，再加上地下领主那超好的技能数，完完全全的一个完美战士配置。但是戴斯在地下城的表现怎么样呢？他压根就没有什么表现，就这个质量在地下城基本属于默默无闻的状态。选首发的话，一般会选地下城的5常，想要玩末日就选马尔克斯，缺资源你选个萨菲罗斯或者戴马克。简单概括就是戴斯这个质量在地下城的首发选项里面排第9，都是邪恶派系，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尽管从理论上来讲，马尔克斯的质量和戴斯是差不多的，戴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，马尔克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。鹰3里面最强的魔力特是山德鲁，因为他有招魂术。单论魔力这个技能发挥的效果的话，马尔克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由于玩家选择马尔克斯首发的意愿要强于戴斯，所以说排到了戴斯前面。马尔克斯的魔力非常支棱，除了妖术师的力量成长很高之外，地下城玩末日，地下城有魔力漩涡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
地下城的二级塔基本必出霹雳闪电，除了闪电搭配高力量再建个魔力漩涡。在工厂族的闪电特出现之前，马尔克斯是当之无愧的闪电特、雷鸣爆弹特，还有末日审判特。尽管老马的魔力相比于顶尖神将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，选老马玩末日那真的不是一般的爽。但是老马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那就是前期的开荒帮不上什么大忙，中期使用霹雳闪电最需要的也是魔法值，而不是单纯的一点力量。如果要在前中期就实现闪电自由，那么你得选择萨菲罗斯。和地狱城的卡利德不同，萨菲罗斯人家是真的能带兵打仗。地下城欢迎任何一位资源特，因为无论哪种资源他都很需要。在地下城你升级鸟阁需要水晶，建设显眼之柱也需要，赤龙的二级塔同样也需要水晶，并且萨菲罗斯的力量成长非常高，再加上一个智力，那真的是如虎添翼，真正意义上的能攻能守，战力十分强悍。这就是地下城战士，人家想方设法的开局给你带战术进攻后勤，法师职业人家技能数很好，还有魔力漩涡。反观隔壁的地狱，哪怕是索爷过去也能成为万能费，原因很简单，人家异教徒就一点知识，你索爷开局用不了连锁闪电。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城把鬼变成人，地狱把人变成鬼，墓园本来就是鬼。接下来是地下城的5常选手，他们都有着和索爷差不多甚至强于索爷的实力。是的，和索爷坐一桌吃饭的地下城整整有5个。首先是第5名地马，流星火雨和连锁闪电一样，他们都是强大的杀伤性法术，并且共同鄙视着地狱烈焰和连珠火球。很多玩家并不喜欢用地马首发，主要原因是开局带个侦查。咱们的排名视频都是基于 PVE， 如果你和 UP 主一样不喜欢独当的话，学一个侦查是很有必要的。其他情况之下，你学个侦查实际上就是算偏了。但是我前面说过，偏和偏之间也是有本质不同的。领导和侦查就属于那种比他好的都是好技能，比他差的都是烂技能。你开局带个侦查可是要比开局带个学习能力厉害不止多少倍的。如果要给地马一个合理的评价的话，他就是地下城里的索爷。他在地下，索爷在塔楼，两者勉强战成平手。但是他要去塔楼，索爷来地下，索爷远胜地马。设计师在设计地下的时候，充分考虑到每种玩家的不同需求。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用文官，地下城的武将也是非常全面。第4名沙克特突出一个量大管饱。深渊号角在固定3组兵之后，洞穴人的数量削了，现在是60个到90个。原版的话是30个到120个。对于莎莎来说，这并不算是完全的削弱，因为原版并不是固定3组兵。一个洞穴人卖50 ，75个就卖3750金币。这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沙克特周一出现在酒馆里面，买出来总是赚的。同时他也是墓园城的好朋友，属于那种看到就一定会买出来的类型。沙克特和布朗一样，都是属于前期兵力量大管饱的英雄，但是两者还有一定的小区别，那就是沙克特人家是真的能当主将，而不是一个送兵机器。首先1级兵特的加成就非常多，洞穴人的攻防也说得过去。其次又是万能的开局进攻加战术，一言不合就是进攻加战术，还能说什么呢？简直是太强了。关于沙克特的开荒能力如何，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。基本上在前期骷髅王咋玩他就咋玩，如此雄厚的兵力，如此超模的特长加成，如此完美的技能数，沙克特放在一些派系那是完全可以当第1名。前期就不用说了，即使是到了后期，洞穴人的数量非常的庞大，输出尚可，而且也不是很脆弱。玩沙克特的话，从头带到尾是没有问题的。沙克特在别的派系能排第1，但是在地下城只能第4，因为前3名实在是过于超模。第3名转世重生特杰德特。对于杰德特来说，在你学会终极土系之后，就不用担心战损了。偏偏妖术师出土的概率并不低，由于有保底机制，这就使得杰德特在3级是必定出4系魔法当中的一个。2级高级智慧，3级学一个新法术，他就不会出现像泰泽和莫拉克爵士那样3级就偏的情况。如果偏，那一定是出个水火你贪心了没学。关于杰德特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地下城阵亡率最高的2个兵分别是洞穴人还有鸟婆。上一期山特的巨灵骑术计算公式咱们已经讲过了，杰德特如果升到20级，他的转世重生复活的洞穴人比其他英雄多 60%， 鸟婆多 30%。 所以说这所谓的重生特可远远不只是开局带了一个法术这么简单。选杰德特开局的话，正常情况之下你赤龙出来，人家也早就会吐息了。赤龙免疫1到3级魔法，但是吃重生简直是完美的搭配。
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，我比较喜欢战士型英雄，我就不喜欢用法师，怎么办呢？设计师生怕大家不知道转世重生的强大，一个重生特不够，他要来2个。第2名艾玛，他和杰德特的区别就是一个只能自己学，一个所有人都能学。于情于理，他都应该排在杰德特前面。咱就是说，玩地下城转世重生人手1个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你让他的好兄弟地狱怎么看呢？如果你纯粹的想拿艾玛当一个副将，他最多升到5级就能无障碍教学了。但更多的情况就是艾玛一升到3级、4级，一不小心学了一个土系，于是啪一下很快从副将变主将了。别人的学术都图一乐，艾玛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。你像地狱烈焰特、屠戮诚信特，开局带个学术，笑死，有谁会愿意去学呢？当然，大家在感叹强大的时候，一定也要记住，转世重生并不是万能的。如果敌人的攻防都超过你20，你有再多的部队再搭配转世重生，依然也打不过对方。艾玛表示，别说了，都是泪呀。尽管地下的英雄阵容都很强，但要说最强，那毫无疑问就是耿健将，无他为后勤耳。走格子的游戏，后勤永远是最强技能。除了后勤之外，耿健将开局还有个战术，前期开荒的问题得以有效的解决。其次，作为地下领主，他出土的概率非常高，再加上开局带着，技能树方面也解决了。然后蓝不够，有魔力漩涡，学重生很困难，有艾玛。除了学不到水系之外，耿纳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缺点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地下领主高出土概率的代价。耿纳在地下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，我见过很多强将，但是他都称我为强将。这就是地下城，想要玩滨海选沙克特，想要玩末日选马尔克斯，想要无损选重生特，想打快攻偷城可以选耿纳，甚至如果你想挑战一下高难度，可以选罗勒雷。至少人家真的有2把刷子。地下城的英雄阵容或许不是最强的，但毫无疑问是最全面的。如果一个派系的英雄阵容强于地下，不用说，它一定是破坏平衡的。不信可以看一下元素还有墓园。那么大家多多点赞投币，咱们下期元素城视频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